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小铃铛。我今天来讲讲网络很少人说过一则中国历史的神话——大禹治水。我会分为前后2集，故事有一点神话。今天先讲来说前集，这是一个关于神界和大禹治水的故事。它是我个人的想法，并不一定符合传统的神话。我想要通过这个故事表达的主题是：坚持正义，不畏艰难，最终会得到成功和尊敬。故事开始，故事的主角是大禹，他是天帝的侄子，也是水神的外甥。他有着控制水的能力，也有着善良、聪明、勇敢的性格。他被天帝派遣去劝说水神放弃造反的念头，回归正道，但水神不听劝告，反而要求大禹加入他的反叛势力，否则就要杀了他。在遥远的神界，有一个叫做水神的神灵，他掌管住天下的水源，他的力量无比强大，但也无比骄傲。他经常滥用自己的力量，对人间造成灾难，让洪水泛滥，淹没了无数的生灵。天帝对他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，但又不忍心惩罚他，只能劝诫他收敛一些，不要伤害无辜。水神却不听天帝的劝告，反而更加肆无忌惮。他认为自己是最伟大的神灵，没有人能够阻止他的意志。他甚至想要挑战天帝的权威，夺取神界的统治权。他暗中联合了一些不满的神灵，密谋造反，准备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。天帝感觉到了水神的阴谋，他十分愤怒，但也十分担心，因为他知道水神的力量不容小觑。如果真的发生战争，神界和人间都会遭受巨大的损失。他想要和平解决这个问题，于是他派遣了一个叫做大禹的神灵，去劝说水神放弃反叛的念头，回归正道。大禹是一个年轻的神灵，他是天帝的侄子，也是水神的外甥。他的父亲是风神，他的母亲是雨神。他从小就对水有着特殊的感情，他能够感受水的情绪，也能够操纵水的形态。他是一个善良、聪明、勇敢的神灵。天帝对他寄予了厚望，希望他能够说服水神改邪归正。大禹接受了天帝的任务，他带着一份诚挚的心，来到了水神的居所。那是一个巨大的水晶宫殿，位于神界的最深处，周围是无尽的水流，水流中隐约可见各种奇形怪状的水生生物。大禹进入了水晶宫殿，见到了水神，他的舅舅。故事的开始是，大禹拒绝了水神的要求，并且和他发生了激烈的战斗，但由于水神的力量太强，大禹被打败了。幸好他及时逃脱了。他回到了天帝的身边，向他汇报了水神的阴谋，并且表示愿意继续执行治水的任务，为人民造福。水神是一个高大的男子，他的身体半透明，像是由水组成，他的头发和眼睛都是深蓝色，他的脸上带着一种傲慢和冷漠的神情。他看到大禹，并没有什么惊喜或亲切，只是淡淡的说：“你来了，我的外甥，你是来看望我，还是来劝我投降？”大禹对水神的态度感到失望，但也没有放弃希望。他说：“舅舅，我是来看望你的，也是来劝你的。你为什么要造反呢？你不知道这样做会带来多大的灾难吗？你不知道天帝是多么的仁慈和宽容吗？你不知道你的行为已经伤害了无数的生灵吗？”水神听了大禹的话，冷笑了一声，说：“你真是天真，你以为你懂得什么？你以为天帝是仁慈和宽容的吗？他不过是一个自私和狡诈的暴君，他只关心自己的权利和地位，他根本不在乎我们这些神灵的感受和利益。他对我们的控制太多，我们根本没有自由和尊严。我不甘心做他的奴隶，我要争取我应得的权利，我要成为神界的主宰，我要让所有的神灵都向我臣服。”大禹听了水神的话，感到震惊和悲伤。他说：“舅舅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你怎么能这样想呢？你是被神蒙蔽了眼睛，诱惑了心灵。你不要忘记，你是水神，你是生命之源，你是慈悲之心，你是智慧之灵，你是天帝的亲弟弟，你是我们的亲人，你是我们的榜样，你是我们的尊敬。你怎么能背弃你的本性，背叛你的家庭，背离你的使命呢？”水神听了大禹的话，感到恼怒和厌烦。他说：“你别再说了，你的话我听不进去，你的劝告我不需要，你的情感我不在乎，你的理想我不认同。你和我已经不是一路人，你和我已经是敌人。你要是不想跟我一起造反，就赶快离开这里，不然我不会手下留情。我会把你当做我的第一个敌人，我会用我的力量把你彻底摧毁。”大禹听了水神的话，感到心碎和无奈。他知道水神已经不可救药，他已经堕入了黑暗，他已经失去了理智，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邪恶的存在。他不想和水神为敌，但他也不想和水神为友，他只能选择和水神分道扬镳，他只能选择和水神决裂，他只能选择和水神战斗，他只能选择和水神对抗。他深深地看了水神一眼，然后转身离开了。大禹带领众人奔走四方，疏通河道，开凿山岭，引导洪水入海。他不畏艰辛，不顾家庭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只为了让人民重见天日。在他治水的过程中，他遇到了许多困难和危险，但他都一一克服了。
其中最大的考验就是他在龙门山的一场战斗。请大家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小铃铛，谢谢大家。希望您会喜欢这篇文章。